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水煮蛋，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在伤脾胃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你每天早上那颗水煮蛋，很可能就是你腹胀、反酸、乏力、大便稀溏的真正元凶。咱今天就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说清楚，你听完马上就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你看，很多中老年朋友来找我说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得劲，要么吃完东西就腹胀反酸，要么大便总不成形，冲好几遍都冲不干净。更有甚者，明明没干什么重活，却总觉得浑身没力气，精神头提不起来，心里也跟着烦躁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？明明很注意养生，天天煮颗水煮蛋补营养，可这些难受的毛病怎么就甩不掉呢？我今天就要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的脾胃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颗你以为最健康的水煮蛋上。咱们中医行医多年，最看重的就是脾胃二字。常说脾胃一衰，百病丛生。你想啊，人吃进去的食物都得靠脾胃运化，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。就像庄稼需要土地才能生长，咱们的身体也得靠脾胃这块土地来孕育气血。可要是这土地出了问题，运化不动，食物吃进去不仅补不了身，反而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。时间一长，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天天吃的水煮蛋，要是吃错了方法，就像往贫瘠的土地里硬塞难消化的肥料，只会把脾胃越折腾越弱。先跟你说说我接诊过的几个真实案例，你对照着听一听，看看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之前有位62岁的陈阿姨来找我，眼眶都陷进去了，说自己这半年来就没舒坦过。她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一颗水煮蛋，想着补充营养，可吃了没2个月就开始觉得胃里发沉，吃点东西就往上反酸，有时候夜里能被烧醒。一开始他以为是脑胃病犯了，自己买了胃药吃，可越吃越糟，后来连走路都觉得没力气，体重也掉了10多斤。我给他诊脉的时候，指尖能明显感觉到脉象细弱，就像快断了的丝线。再看他的舌苔，白腻的像铺了一层霜。一问才知道，他不仅早上吃水煮蛋，有时候晚上饿了也煮一颗当夜宵，而且总爱煮成溏心的，说这样更嫩更有营养。你看，就这2个细节，把脾胃折腾成了什么样子。还有位58岁的刘大哥，是个退休教师，平时特别注重健康，每天晨练完回家煮2颗水煮蛋，配上一杯浓茶当早餐。他总跟身边人说，鸡蛋补蛋白，浓茶解油腻，这搭配绝了。可去年冬天开始，他发现自己大便越来越黏，马桶冲好几遍都冲不干净，而且总觉得肚子胀，连晨练都没了力气。去医院做了肠镜，没查出什么大问题，医生只说有点功能性消化不良，开了益生菌，吃了也没见好。后来经学生介绍找到我问他日常饮食，他一说起鸡蛋配浓茶的吃法，我就知道问题根源了。这哪是绝配，分明是伤脾胃的绝命配啊！还有位70岁的张大爷，吃溏心蛋吃了10多年，说这辈子就好这口。去年秋天，他突然开始腹泻，一天拉3-4次，拉出来的大便像水一样，还带着未消化的食物残渣。去医院输液，输了1周，好了没几天又复发。后来儿女硬把他拉来找我，我一看他的舌苔白得像雪，摸他的手和肚子都是凉的，这明显是脾胃虚寒、寒湿内盛的症状。我问他是不是常吃没煮熟的鸡蛋，他点点头说每天都吃，蛋黄流心才香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您这腹泻的病根就是这溏心蛋，为什么一颗普普通通的水煮蛋会让咱们的脾胃这么受罪？这就得从鸡蛋的特性和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特点说起了。在中医里，鸡蛋性平味甘，归肺脾胃经，本身能滋阴润燥、养血安神，确实是滋补的好东西。本草纲目里说，卵白其气清，其性微寒；卵黄其气浑，其性温。精不足者补之以味。这说的就是鸡蛋的补益之道。可它有个关键特性，就是质地滋腻，难以消化。咱们年轻人脾胃运化能力强，吃2颗可能没什么感觉。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，脾胃功能就像慢慢老化的机器，转得越来越慢，运化能力大不如前。这时候再吃不对，水煮蛋就好比给慢下来的机器硬塞粗糙的零件，只会让机器彻底罢工。今天我就把吃水煮蛋最伤脾胃的4个禁忌掰开揉碎了跟你说清楚。每一个禁忌背后都藏着中医的养生道理，也都有我接诊过的真实案例。
你可得仔细听，对照着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第一个禁忌是空腹吃水煮蛋，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了省事，早上起床洗完脸，直接拿颗凉透的水煮蛋就啃，连口热水都不喝。你知道这在中医里叫什么吗？这叫空腹食之逆，脾胃难运化。咱们空腹的时候，胃里没有食物打底，脾胃处于虚而待养的状态。这时候突然吃进一颗滋腻的鸡蛋，脾胃得调动全身的气血来消化它。可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本就不如年轻时充足，脾胃力气不够，消化不了鸡蛋，这些没被消化的东西就会在胃里堵住，时间长了就形成食积。脾胃就像被绑住了手脚，不仅运化不了新的食物，还会让胃里的浊气往上涌，导致腹胀、反酸、嗳气这些毛病。就像之前的陈阿姨，一开始只是早上空腹吃一颗水煮蛋，后来觉得不够补，改成早上一颗，晚上睡前一颗，结果脾胃彻底扛不住了。我给她调理的时候，先用了保和丸加减，帮她清除胃里的食积，又用四君子汤健脾益气，同时反复叮嘱她，吃鸡蛋前一定要先喝小半碗温热的小米粥垫垫肚子。她坚持了1个月，再来找我时，脸上终于有了血色，说胃部反酸了，夜里也能睡安稳。你看，只是改了个吃蛋的顺序，效果就这么明显，可见空腹吃蛋对脾胃的伤害有多大。第二个禁忌是偏爱吃溏心蛋。现在很多人觉得溏心蛋口感好，营养流失少，尤其是有些中老年朋友觉得蛋黄没完全凝固更好消化，特意把鸡蛋煮到流心才吃。可你知道吗？从中医角度讲，未煮熟的鸡蛋带有寒湿之气，而且还可能藏着沙门氏菌、大肠杆菌这些邪毒。咱们中老年朋友阳气渐衰，脾胃本就容易虚寒，吃了带寒湿之气的溏心蛋，就像往肚子里塞了一块冰，会进一步损伤脾胃阳气。脾胃阳气一弱，就像家里的炉火灭了，没办法熟化食物，吃进去的东西只会在胃里发冷发沉，导致胃痛、腹泻、大便稀溏这些症状。就是前面说的张大爷，我给他用了附子理中汤温阳健脾，又让他把鸡蛋煮到全熟再吃。过了半个月，他的腹泻就彻底好了，再也没复发过。所以你可别觉得溏心蛋好吃，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，煮熟煮透才是吃鸡蛋的第一原则。第三个禁忌是吃水煮蛋时配浓茶。很多朋友吃鸡蛋的时候总爱泡一杯浓茶，说鸡蛋腻，浓茶解腻。尤其是吃完蛋黄觉得嘴里发油，赶紧喝口浓茶漱漱口。可你知道吗？浓茶里的鞣酸就像一把小刀子，会把鸡蛋里的营养和脾胃都割伤。中医认为鞣酸性凉，能涩肠止泻，但同时也会和鸡蛋里的优质蛋白质结合，形成一种很难消化的鞣酸蛋白。这种物质会粘在胃壁上，不仅让脾胃没法吸收鸡蛋的营养，还会像堵墙一样挡住胃的蠕动。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食积腹胀，甚至让胃黏膜受损，引发慢性胃炎。之前的刘大哥就是因为鸡蛋配浓茶的习惯，把脾胃折腾坏了。我给他诊脉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脉象色滞，就像水流被石头堵住一样，这是气机不畅、食积内阻的表现。我让他先停掉浓茶，改喝温开水，再用枳实导之丸帮他疏通胃里的气机，清除食积。同时跟他说，要是觉得鸡蛋腻，可以吃完后吃2颗生山楂，山楂性温，能消食化积，比浓茶安全多了。他坚持了1个月，不仅大便不连马桶了，腹胀的毛病也没了。晨练的时候又能跟老伙伴们一起跑步了。所以你记住，吃鸡蛋的时候别喝浓茶，白开水、淡茶水才是最好的搭配。第4个禁忌是一次吃太多，觉得多吃多补。有些朋友觉得鸡蛋有营养，多吃点总没错，尤其是听说鸡蛋能补蛋白质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就一天吃3、4颗，甚至把鸡蛋当饭吃。可中医讲究过犹不及，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会变成毒药。鸡蛋质地滋腻，吃1颗需要脾胃调动1份气血来消化，吃3颗、4颗，脾胃就要超负荷工作。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本就弱，哪经得起这么折腾？时间长了，脾胃会累垮，运化能力越来越差，不仅吸收不了鸡蛋的营养，还会让体内湿热积聚，导致口甜口苦、舌苔黄腻，甚至引发高血脂、高胆固醇。我之前遇到过一位55岁的赵大姐，她退休后特别怕缺钙，听人说鸡蛋黄里有维生素 D， 能促进钙吸收，就每天吃3颗水煮蛋，连蛋黄都舍不得扔。
吃了半年，他发现自己总觉得嘴里发苦，连喝水都缓解不了，而且早上起来眼屎特别多，眼睛也模糊。去医院查血脂，发现胆固醇偏高了。他来找我时，一开口就说：大夫，我是不是补太多了？我看他的舌苔黄腻，像涂了一层油，脉象滑数，这是典型的湿热内蕴症状。我跟他说，您这不是缺钙，是吃太多鸡蛋，脾胃运化不了，积成湿热了。后来我让他每天只吃1颗鸡蛋，再用茵陈蒿汤加减帮他清除体内的湿热，同时让他多吃冬瓜、薏米这些清热利湿的食物。过了1个月，他的口苦症状就消失了，复查血脂也恢复了正常。所以你记住，鸡蛋不是吃的越多越好，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吃1颗就够了，多了反而伤身体。说完了这4个禁忌，你肯定想问，那到底该怎么吃水煮蛋才能既补营养又不伤脾胃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记住3个搭配，2个注意，就能让水煮蛋变成滋养脾胃的宝贝。第一个搭配是鸡蛋配温性主食，咱们吃鸡蛋前一定要先吃点温性的主食，比如小米粥、大米粥、馒头这些。小米粥在中医里被称为脾之谷，性温味甘，能健脾和胃，补益虚损。先喝小半碗小米粥，既能给脾胃预热，又能为脾胃提供运化鸡蛋的能量，减轻脾胃负担。就像给机器先加润滑油，再让机器工作，这样机器才不容易坏。你要是早上没时间煮小米粥，也可以吃1小块馒头，就着温水吃，同样能起到垫肚子的作用。第二个搭配是煮鸡蛋时加健脾药材。咱们煮鸡蛋的时候，可以往水里加几片生姜和少量陈皮，这2种药材都是健脾养胃的好帮手。生姜性温，味辛，能温中散寒，开胃止呕，就像给脾胃加把火，能驱散鸡蛋的滋腻之气。陈皮性温，味辛苦，能理气健脾，燥湿化痰，能帮脾胃疏通气机，让鸡蛋更容易被消化。具体怎么做呢？你可以在冷水下锅时放3到5片老生姜，温性更强，再放3到5克，提前泡软，刮掉白瓤的陈皮，这样不苦。水开后煮8到10分钟，等鸡蛋全熟了再焖5分钟。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带着生姜的清香和陈皮的微甜，不仅好吃，还能健脾养胃，特别适合脾胃虚寒的中老年朋友。第3个搭配是吃鸡蛋后配消食水果。要是你吃完鸡蛋觉得有点腻，可以吃2颗生山楂或者半根香蕉。山楂性温，味酸甘，能消食化积，活血化瘀，尤其能消化肉类和蛋类这些止腻的食物。本草纲目就说，山楂化饮食，消肉积；香蕉性品味甘，能清热润肠，促进消化。不过要注意，香蕉一定要吃熟透的，生香蕉性凉，反而会伤脾胃。你还要记住，别吃完鸡蛋马上就吃水果，最好等15到20分钟，让脾胃先消化一会儿再吃，这样效果更好。除了这3个搭配，还有2个注意事项你得记住。第一个注意事项是鸡蛋一定要趁热吃，煮好的鸡蛋别放凉了再吃，凉鸡蛋带着寒气会刺激胃黏膜，导致胃部不适。你可以把煮好的鸡蛋放在温水里保温，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剥壳，这样吃起来温热适口，对脾胃也友好。第2个注意事项是特殊体质要调整。要是你本身脾胃特别虚弱，吃1颗鸡蛋都觉得胀，那可以先把鸡蛋蒸成鸡蛋羹，鸡蛋羹质地更软，更容易消化。要是你容易上火、口干咽痛，可以在煮鸡蛋时加1颗莲子心。莲子心性凉味苦，能清心泻火。不过要注意，莲子心别放太多，1颗就够了，放多了会太苦，反而伤脾胃。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机器，经不起瞎折腾。1颗小小的水煮蛋看似是日常小事，可吃对了是养生，吃错了就是养病。脾胃是咱们的后天之本，脾胃好了，气血才足，精神才好，才能少生病，不生病，安享晚年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吃错东西伤了脾胃的朋友，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小事一桩，没当回事，等毛病严重了才来找我。其实很多问题只要早发现早调整就能避免。今天跟你说的这些禁忌和方法都是多年行医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你要是觉得有用，就赶紧改改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也可以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老伙伴，让大家都能吃对鸡蛋，养好脾胃。养生不是吃多贵的补品，而是把日常小事做对。
一颗水煮蛋，一顿家常饭，只要方法对了，就能养出好身体。希望你从今天开始重视吃鸡蛋的方法，守护好自己的脾胃，健健康康过好每一天。平时也可以多观察自己的舌苔和大便，这些都是脾胃健康的信号，多留意，多调整，才能让脾胃一直有力气，陪你好好享受晚年生活。